有人嫁祸我偷校霸女友的内衣，我被校霸逼到墙角，狠狠踹到地上，忍着剧痛，我给网恋对象发了一条求救消息，结果下一秒校霸手机响了，我骑着自行车从巷子穿过，突然一个不明物体甩到我的车篓里，我抬头一看，扔东西那哥们跟我撞衫了，有品位。我定睛一看，等等，他扔的是内衣，他跑了。前方路口突然校霸小弟们出现了，在那，抓住他！我懵了，什么呀？后方路口校霸等人的身影迅速出现，小梦姐内衣就在他车篓里，小弟王追风一口咬定，肖哥就是他，不知道哥哪儿又偷了一辆自行车，别让他跑了。小梦是杨潇的女朋友，我懂了，该死，这歹毒的误会，这算不算飞来横祸？不是我，不是我，可人赃俱获，没人相信，前后堵截，我丢了自行车，闪身进小巷，最后被逼到墙角，瑟瑟发抖，真不是我。肖哥，哟，这小子长得还挺好看。王追风评价道。校霸一脚朝我踹过来，妈的，再好看也是人模狗样偷女生内衣的淫贼。我捂着肚子，蜷缩在地上，疼得脸色煞白。他的兄弟嘲讽，这小子细皮嫩肉的也太不抗揍了，肖哥一脚下去就不行了。肖哥威武。杨潇不屑地嗤了一声，大概觉得没劲，一脚就不行了，吩咐道，好好教训他一顿。转身要走，我心脏慌得快要跳出来，冷汗直冒。我正背对着他们，借着遮掩，赶紧给网恋对象发了条消息，哥哥，我在京西路小巷这被人堵了，救我！等等。王追风等人抬头，怎么了？肖哥。只见巷口杨潇拿着手机，眉头拧得死紧，先别管他了，我家宝宝被人堵了，也在这一片，语气透着焦急。王追风立即道，是你网恋的那个男嫂子吗？嫂子叫什么？先找他。杨潇烦躁地挠了挠后脑勺，像只不安的大狗，全然没了刚才的气势汹汹。我也不知道，他微信昵称就叫宋先生，这世界上姓宋的多了去了，确实难找，分散开找吧，看哪里有群体性堵截或斗殴，应该就是。杨潇很快带着兄弟们走了，我松了一口气，操，疼死了。杨潇那一脚踹得真他妈重，我捂着肚子缓了好久才起身。等等，刚刚校霸说他对象微信昵称是什么？宋先生，那不就是我的昵称吗？一个可怕的念头冲入脑海，不可能，这绝不可能，我那温柔贴心的网恋男友怎么可能是凶神恶煞的校霸？我不信邪的给网恋男友发送，我没事了哥哥，那群人认错人了，已经走了。对方暴躁秒回，操，一群蠢猪吧，这都能认错，眼睛不想要了可以捐出去。接着他谢天谢地的说，不过还好宝宝你没事，吓死我了。确实挺吓人的，不怕不怕啊，宝宝。杨潇轻声软气的安慰，跟哄小孩似的，宝宝，既然你在这，不如把位置发过来，我去接你，我们直接见面吧。你不是喜欢吃烤肉吗？我带你去吃饭压压惊。不了，我有一节公共选修课要去上，选修课而已，翘了吧，我让人替你上课，我很喜欢这科选修。好吧，宝宝你真热爱学习。杨潇有些郁闷地说，怎么了？我音调上扬，吐没事没事，那你去上吗？杨潇乖巧如丝，我不着急，哈哈，咱们下次再见也行。你呢？下午什么安排？我感觉你每天都好闲啊。我也有一节公共选修，本来要翘的，那我也去上课。我眼眸睁大，是了，几个班有一个公共选修一起上，一周一次，校霸在哪里都引人注目，所以我记得很清楚。选修课，我和室友找了个后排位置，适合小动作。杨潇和小弟进来的那一刻，全场都静了一静，而我下意识地捂住了肚子，失望又气愤地低头。教授在讲台上放 PPT 教学，我在下方打字，我们分手吧。为什么分手？杨潇不自觉吼了出来。教授顿住，整个阶梯教室人的目光都向他看过去，我头低得更狠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王教授。杨潇低头道歉，虽是选修，但杨潇这么明目张胆还是太放肆了。教授没办法，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让他出去听。杨潇拿了书去了走廊，正好站在我窗户这侧外面，外形确实身高腿长，帅气逼人。他表情非常严肃，指尖快速在手机屏幕上飞舞。宝宝，你是恶作剧吧？分手这种话可是一点都不好玩，开玩笑也不可以说。然后一本正经的教导，好了，我就当你没说过，以后不可以再轻易说出这种话哦。分手，我说真的。我又发了一遍。杨潇拧眉快速打字，为什么？没有为什么，就是不想谈了。杨潇脸上有一瞬间空白，今天不是愚人节，宝宝，好了，不玩了。红包520元，红包1314元，我不该上次打游戏没让你，只顾自己打爽了。我臭直男，我错了。这次轮到我脸上表情空白，上次游戏是800年前的事了，那么小的事他还记得。杨潇很少让我不爽过，几乎每次我不高兴，他都很快道歉了，然后在游戏里追着被我杀。不是因为这事，是不是我上次没点赞你分享的视频？我脑子一抽说，我觉得我还是喜欢女的。杨潇眼睛瞪大了，咬牙，下颚一紧，显得有些凶。我顺着窗户看了一眼，肩膀一抖，哎呀，我怎么找了个这么烂的理由？说什么都不能说自己喜欢女的呀。正懊恼着，杨潇一个视频电话打了过来，妈呀，在上课呀，大哥，我吓得手机差点摔出去，还好我手机静音，我挂了没接。很快收到杨潇控诉的语音，我戴了耳机听，里面透着满满的委屈。不行，你不能跟老子分手，你这是渣男行为，你知道吗？当初是你掰弯的老子，你要负责到底。哼，说起渣男这个词，我火蹭蹭往上升，咱俩到底谁是渣男啊？你明明有女友，还他妈跟我搞网恋，线下一个女嫂子，线上一个男嫂子，我都不想再多说，晦气。好了，就这样，分手。我发完之后火速把他拉黑了。当初是我掰弯的杨潇，那时候偶然下载了一个社交匹配软件，随手进了一个游戏 party 大厅，里面的妹子说，好了好了，开始了，输了的人发腹肌哦，肖哥。明显对有着广播剧嗓音的杨潇有意思，我也对他声音感兴趣，在里面玩你画我猜。杨潇画技感人，我跟他同组输得一塌糊涂，按照规则，我们俩
都发了腹肌照。杨潇超级干脆大方，发了一整个上半身，没露脸。我看着杨潇的照片直流口水。杨潇宽肩窄腰，8块腹肌漂亮有型，胳膊上布着非常有力量感的青筋，腹部凸起的青筋脉突络收进裤腰，雄性荷尔蒙爆棚。妹子却大失所望，说杨潇肌肉有点厚了，不喜欢双开门，她喜欢精致白皙带有少年感的男孩。给我比了个爱心，她喜欢我这一款，可我是弯的呀。我在游戏里直接挑明，肖哥单身吗？害羞比心。我去，老天奶，见到真 gay 了。祝你们99。房间是妹子开的，她是超级 FVIP 大户，她火速把人踢出去了，只留下了我们俩，锁了房间，要2小时之后才可以出去。妹子简直是我大恩人，在这2小时里，我无所不用其极的勾搭杨潇，热舞都跳了，腰扭得跟水蛇似的，给杨潇跳流鼻血了。哥哥，你不是说你是直男吗？2小时都快解除了，你还没下线，退不出去，断网下线不就好了？哥哥，跟我谈吧。好，果然直男是你的谎言，昨天还好好的，第2天杨潇就变成了一个布满黑眼圈的炸毛雄狮，浑身阴郁的坐在台阶上发呆，手上拿着熄屏的手机。昨晚他换了很多号码给我发来好友申请，大多带着哭泣挽留的表情，我都没管。体育课上看到他，我躲得远远的，和室友打球去了。今天阳光很好，风也很大，快攻时我化作一道骚气的残影，100倍气流掀起，殊不知一小节白皙的腰晃进杨潇的眼睛里，球进了篮。我微微喘着气，喝着水，和室友互相调侃着呢。杨潇突然过来，一把抓住我的手腕，其他人都愣了，我紧张的冒汗。你干嘛？这里可是学校。室友听我讲过我被嫁祸偷内衣的乌龙宋宇，他偷我衣服都不可能偷女生衣服。不是，兄弟，你还不如不说，都别管。杨潇表情冷硬，气势凌人。室友进了声，其他人面面相觑，也不敢声张了。杨潇一路把我抓到了楼上器材室，关门，随手拉了一把椅子坐下。脱什么？球衣脱了。我眼眸睁大，他应该是看到什么了吧？我腰上有2颗红痣，这很罕见。杨潇说过，等有一天见面了，要把这2颗痣给作肿。快点脱！杨潇站了起来，高大的身躯压迫感十足，向我逼近。要不要我帮你？我心跳如鼓，冷汗在后背阴开一片凉意，捏紧了衣服下摆，一直推到了后墙，无路可退。他一把握住了我的手，我浑身一僵，他大手抓住我的手往上一带，啪！器材室老师推开门，杨潇下意识松开手，老师表情严肃，干嘛呢？听说有人在这打架。我松了一口气。杨潇解释，没有，老师，我就是看宋宇同学经常打篮球，想看看打篮球到底能不能练出肌肉啊。是，我说完立即出去了。自那以后，杨潇开始经常到我教室上课，仅用眼神请走我旁边的室友，高大强壮的他坐在我旁边，我浑身上下都忐忑。他还老看我，我和他对视时，他目光又有点躲闪和忧郁，应该是我看错了。他长得凌厉，不笑的时候显凶，我课也听不进去，净想那些校外传说了。据说校霸高中的时候经常跟人打架，差点把人打死过，因为那时候未成年，又加上家里有关系疏通，赔了些钱才大事化小。越想越害怕。这时候室友发来短信，你不会真偷女生衣服了吧？他都盯到班里来了，感觉不会放过你。放屁，没有。杨潇又一次向我投来视线时，我受不了了，只能战战兢兢的小声说，潇哥，我是 gay， 天生对女生不感兴趣，真的，我不可能偷女生内衣。杨潇目光有些躲闪，我知道了。他声音有些迟钝和沙哑，带着不明不白的情绪。那是误会说清了吗？杨潇手往后一伸，有人给他一本笔记本，他递给我，上节课的笔记啊，谢谢。我讪讪的接过来，下节高数你还要在这听？我们也有高数课，差不多的进度，上了一半，中间下课，我解不出来课上的题。数学一直是我的薄弱学科，高数好难啊。正蹙着眉毛挠头，杨潇拿过我的演草本，不到3分钟给我演示了解答过程，思路清晰准确，我惊呆了。没想到他经常翘课，竟然还是个学霸，我还一直以为他是个不务正业的2代呢。不过仔细想想，他可是能考上 T 大这样的高等学府，怎么可能是一般人？还有什么不会？这个，哇，你太厉害了！我由衷的说。他脸上终于见了点笑脸，语气隐隐有些激动。那以后你不会的题，都我给你讲好不好啊？这会不会太麻烦了？不用了，不麻烦，一点都不麻烦。我更疑惑了。他顿了顿说，给人讲题，我会有成就感。你要实在不好意思的话，不如陪我吃顿饭吧。我有2张烤肉店的券，再不用就过期了。他掏出2张券，我看到券，眼睛瞬间亮了起来。这是我最喜欢的那家烤肉店的券，这可是很难得的一张券，比外卖10元券含金量还要高。你这张券可以让我拍下来发朋友圈吗？当然。我和他去了烤肉店，菜上来了。杨潇把肉一片一片放到烤盘上，适时翻面，烤出来的肉滋滋冒油，焦香诱人。可以了，他对我说。我吃了一个，紧绷感瞬间被美味冲散。很好，很好吃。我朝他竖起大拇指。杨潇笑了笑，戴上一次性手套，夹起肉，蘸了调料，再用生菜包好。见我吃完一个就朝我递了过来，动作十分自然。我看着眼前的烤肉，愣了愣，摇了摇头说，我自己来就好了，你吃吧，拿着，不是喜欢吗？我迟疑的接过来吃了。后面杨潇也不怎么吃，一直给我烤肉倒水，有时候嘴角还会满足的弯起来，带着点点爱意。我觉得诡异，想走，反正也吃的差不多了。我说，我饱了，真的饱了。你喜欢吃这个？他转头朝服务员说，服务员，再点1盘牛五花。不用了，
再烤一盘吧，你打包回去当夜宵吃，这太懂吃货了。在烤肉店吃饱了，但带回去的烤肉晚上再拿出来吃，简直幸福满足极了。券抵消了一部分的钱，我吃的多，剩下的我本来要付钱，但是他刷卡很快就付钱了。你支付宝多少？我把钱转给你。我不用支付宝，我只有微信，微信不行，我把他拉黑了。杨潇拿起车钥匙说：“你不用转给我，跟你吃饭很开心。”我疑惑的皱眉。这时杨潇的手机响了。啊，好，小姨你在楼上是吧？行。我和杨潇刚到电梯口，他小姨和朋友恰好下来。苏小梦看到我，诧异的打趣：“哟，跟同学一起吃饭呢。”杨潇嗯了一声。苏小梦是他小姨。到了停车场，学弟，你坐前面吧，烤肉油腻容易晕车。苏小梦看到我手上拎的打包袋，笑着说：“谢谢。”不知道为什么，我觉得他眼神有点怪，看我和杨潇带着点姨母笑。苏小梦和朋友在后座聊天，我忍不住低声问：“这真是你小姨？这么年轻？”“对，比我大1届。”杨潇大概从小到大被人问过很多次这种问题，回答得很淡定。“她不是你女朋友吗？”“我什么时候说过她是我女朋友？”杨潇诧异极了。杨潇补充：“她是我妈最小的妹妹。”“抱歉，我是看学校的贴吧说的，里面有很多她坐你车去吃饭的照片，大家以为你们谈了。”前面绿灯，车停了。杨潇有些紧张地看了我一眼。我只有一个对象，在网上谈的，是我初恋，别的没有。但是我跟他有误会了，分手了，都是我的错，我伤害了他。车子启动，夜色下霓虹灯斑驳陆离。不是，干嘛跟我解释啊？而且他刚刚的眼神带着真挚深情，谁他妈的还不是初恋了？第一次喜欢都是难以忘怀的，我也忍不住触动。那时的悸动带着某种生理性的诚实，我们面都没见，都是见色起意，会有种开盲盒的期待和兴奋，但也热烈真挚，都愿意付出时间和精力去维系这段感情。总是口嗨，说各种色情露骨的句子，但谁也不会动真格，从来尊重对方，没有去打探隐私和地址。比如，哥哥，你有多大呀？很大。那你敢给我看吗？不行，我怕你什么都看了，对我没新鲜感了。等以后见面了再说。好的，哥哥。我想的是杨潇身上有肌肉，我不想细条条的见他，我也要练有一层肌肉，然后再去见他。我大学的生活作息是经常待在床上玩手机，懒得要死，改变有点难度。杨潇都知道，他总说：“宝宝，你不用健身了，你这样我就很喜欢了。”我喜欢的要死，不要，我要面子的，我也想练一点，真的不用，你再多吃一点饭就好了。其实你什么样我都喜欢，那我变成毛毛虫呢？每天给你准备新鲜的桑叶床，养在手心里，养得轻轻胖胖的。我开心的笑出来。听室友说经常打篮球就会有肌肉，我也喜欢打篮球，不如试试每天打篮球吧。好的，你怎样我都支持。然后我就天天打篮球，有时候还会跟他说进度，他也会跟我说加油，慢慢来，别着急。现在我的肌肉已经小有成就，可是他不分青红皂白就踹了我一脚，我都说了不是我了，他这么冲动暴力，肯定做过不少这样的冤枉事，我才不要跟这样的人谈，我还是决定离他远远的。因此在杨潇把小姨他们送到宿舍后，约我明天跟他们一起打篮球时，我拒绝了。快期中考了，我要复习。期中考挂了一科，要写论文，论文好难写啊。天黑了，自习室就剩我一个人抓耳挠腮。社长发来消息说晚上社团聚餐让我一定来。上次社团旧物改造活动办得很有意义，我也很想去，但有论文要写。我在群里说我不去了，社长替我倡议。消息刚发完不到10分钟，杨潇来了，最近都找不到你，原来你在这呀。我心说你找我干嘛？我们很熟吗？你在写论文啊？他看向我的笔电，这段话重合度太高了啊，哪段啊？我如临大敌。杨潇指出来，我改完后，他又一一说出论文的不足之处。我在他的指导下写得越来越顺，竟然把折磨了我几天的论文写完了，等回去再修修就好了。合上电脑，我松了一口气。外面天越发黑了，再看向他，我竟然有些不好意思。那个，谢谢你花时间指导我写论文，上次的烤肉券我也寄到了一张，送给你吧。我也不知道怎么感谢他，就把自己认为的好东西给他。杨潇拒绝了，这肯定是你好不容易寄到的，你自己用吧。而且我不喜欢一个人吃烤肉，如果你跟我一起的话，那就可以。图我对他这没头没脑的话愣了一下。不了，我晚上社团聚餐，你不是说不去？论文写完了，当然去。你怎么知道我们社团聚餐？我也在群里。杨潇说，正好我送你。杨潇给社长发消息说自己也去，社长很开心，正好要用车。你什么时候加入的？我和他边走边说，上周啊，我力气大，上次搬器材就是我。我想起来了，我说社长怎么让我早走了？吃完饭去 KTV 续摊，社长很热情，杨潇也是社牛，两个人都是一喝酒就唱歌，一边唱一边哭的类型。我正看他们玩头子，杨潇突然跪倒在我面前，抱着我的腿哭得稀里哗啦，大概是醉了。包厢里声音杂，我也没听清他到底说的啥，可他就抱住我的腿不撒手，鼻涕眼泪都抹了上来。我咬了咬牙，深吸一口气，才控制住想打人的冲动，撒开。我语气很凶。杨潇哭声一顿，瘪了瘪嘴，乖乖的松手。我拿纸巾擦完后，又丢给他2张纸，他开心的接过来，把脸擦干净，又抱住我的腿。我怎么让他松开他都不松，我被他缠得没了脾气。结束时叫代驾送他们回去。杨潇的行为让他们默认我和他最熟，送他回宿舍的担子就落在秃了我身上。他在6楼，妈的，还挺高，好在他双腿还知道走，让秃我不用那么费力的扶他。我气喘吁吁，最后一层时，我终于听清了他嘟囔的什么。宝宝，对不起，我伤害了你，我错了。我眼眶睁大，把他放在墙边靠好，凑近问，你说我是谁？宝宝呀。
他看着我傻乎乎的笑起来，伸开双手一下扑了过来，我被他抱的身体往后一仰，坐在地上，然后耳边又出现他的哭声：宝宝，我好喜欢你，我以前从来没谈过恋爱，你是我第一次谈恋爱的人。我被他哭得心烦气乱，想推开他的手。你难过什么？一会儿笑一会儿哭的，像个傻逼。我难过是因为我伤害了你，我竟然打了你，我那么喜欢你，我连你少吃点饭我都不忍心，我都会受不了。可是我竟然打了你。他说着又哽咽起来，我狠狠地踹了你一脚，我怎么这么混蛋？我越想越难受，我是混蛋宝宝，你打我好不好？他说着抓住我的手往自己脸上拍，我抽出手，你什么时候认出我的？上次器材是我先开看到了，原来他这段时间都在装。好了，送你上去。我不，你不打我就不上去，我打你我也不原谅你。那你先打吗？我不打，走了，你别这么幼稚。我要起来，可是他紧紧抱着我，在我耳边嘟嘟囔囔，你真的能忘吗宝宝？你那么喜欢我？不喜欢了，现在一点都不喜欢了，我们的爱情被你杀死了。喝醉的人听不懂人话，他瘪着嘴搂我搂得更紧了，那他怎么才能复活？你先松开，我们起来。我推不开他，杨潇泪眼花花的盯着我，宝宝，你是因为我打了你，所以才分手对不对？你说你喜欢女人都是借口对不对？我那是打错人了，我怎么可能去打你？说这些都没有意义了。杨潇却还自顾自地说，宝宝，我知道你很难原谅我，你也踹我好不好？我真怕一会儿被人看见了。于是说，那你这样搂着我怎么踹？你躺下，闭上眼睛，我踹得方便些。好。杨潇喜悦地松开手，闭上眼，乖乖地往地上一躺。宝宝，你就往我肚子上踩，想怎么踩怎么踩。宝宝，你怎么还不踹？怕什么来什么。潇哥，王追风几人正从楼梯上来。嫂子，我听见这个称呼很尬，我不是你们嫂子。嫂子，潇哥都跟我们说了，上次是我们认错人了，对不起。他们态度极好的道歉，我表情平淡，我们已经分手了，事情都过去了。他喝醉了，你们把他扶上去吧。王追风要扶人走的时候，转头又说，嫂，这事啊，主要赖我，是我先冲潇哥他们说，就是你，还说你偷了一辆自行车，要不是我嘴快，肯定不会发生这种误会，反正都是我的错，我向你赔罪。潇哥他也是抓淫贼心切，那小子是个变态收集癖，偷了好多学院女生的内衣，他把你当成了淫贼才下手那么狠，他不是故意的，他平时不是这么暴力冲动的。杨潇这还是做好人好事，我心里有些触动，真的，对啊，就是真的，那小子太猖狂了，现在隔壁学校也有女生内衣丢了，你稍微打听一下就知道了。我最近复习，双耳不闻窗外事，什么帖子消息都没看，那他以前那些校外传说，什么校外传说，你说差点把人打死啊，都是假的。我之前跟肖哥一个高中的，那时候肖哥是体育委员，班干部执勤，有个男生爬墙出去上网被肖哥逮了，那男生不小心从墙上摔下来摔断腿了，进医院了，怕家长骂自己上网，就说肖哥打他了，一传十十传百的，就传成差点打死人。宋宇同学，我喝酒断片，昨晚发生了什么我都不记得了。第二天我在食堂吃饭的时候，杨潇端过来一大盘浮夸的卤鸡腿，带着点小心翼翼，非常有礼貌地说，我能坐你对面吗？能。杨潇放下餐盘，乐呵呵地笑起来，宋宇同学，我本来是给兄弟突买，结果他们点外卖了，这么多我也吃不完，你吃吗？好。杨潇又快速笑起来，我夹起鸡腿吃，今天的鸡腿卤得很入味，酱香浓郁，酥烂糯齿。你怎么知道我喜欢吃这个？我不知道啊，就是凑巧我也喜欢就买了。他眼神略微不自然，他真的不太擅长撒谎。这样呀，杨潇转而热情地说，宋宇同学，你要是喜欢，那就全都给你吧，反正我也吃不完，扔了浪费。他这个矫揉造作的样子，让我莫名想笑，你叫我名字就好了。好，宋宇。我一口气吃了3个大鸡腿，慢点吃。杨潇开心地递过来水，好吃吗？好吃。我喝了一口水说。杨潇像受到鼓舞，很快说，那我明天还给你买。我手托着下巴闲闲地说，你好奇怪，一个大男人天天要给我买鸡腿，你为什么要对我这么好啊？我笑了一下，不逗他了，问我端午节和朋友约了划龙舟，你要一起去吗？杨潇诧异住了，我接着说，你也不是故意踹我的，反正是做好人好事嘛，很有正义感。我没事了，你不用装了。杨潇眼眶睁得更大了，你都知道了，宝宝。我跟他说和好的时候，杨潇激动得差点站起来，要不是这是食堂，我合理怀疑他会越过桌子抱我。我们回去的时候走学校小路，杨潇在小树林抱了我很久，大脑袋黏黏糊糊的在我肩窝里蹭。宝宝，你认出我了，为什么装这么久？我这段时间忐忑死了，我一点都不敢跟你说我知道你的身份了，我真的很害怕互相挑明之后你更讨厌我，不挑明的话，至少我还能厚着脸皮打扰你。我撸撸他的狗头，心里也有点激动甜蜜。好了，别抱了，一会儿被人看见了。虽然现在同性恋人很多，男女情侣在公共场合搂搂抱抱尚且引人注目，更何况男，我也不喜欢被人围观。不吗？再抱一会儿。他哼哼唧唧地说，他这么大个个子还这么撒娇，我忍不住笑了。看了看现在也没人，那就再抱5分钟。分开时杨潇说，宝宝，微信把我从黑名单里放出来。我把他从黑名单里放出来后，他把5200和1314又重新转了过来，本来那时候就快520了，想着给你转呢，他踹我的那一脚，转那么多钱，说不心动是假的，但再心动也不能突破道德底线，3人行，我才决绝的分手。但现在都说开了，我收了钱，晚上我要吃烤肉。好。杨潇开心的捏捏我的手。端午节去西城湾区的水西嘉年华划龙舟活动，比赛之前的热身，杨潇的龙舟在我旁边，他不停地叫我说想跟我合拍一张照片。
咱们像泰坦尼克号一样，我在后面搂着你的腰怎么样 ？You jump， 一 jump， 不拍。我拒绝他，宝宝，那我们一起划船吧，一起划船好浪漫的，你坐在我后面好不好？都说了公共场合别乱称呼，我故意往他头上泼了些水。杨潇依然呲着大牙很开心。宋宇同学，天这么热你就给我泼水，好凉快啊，那你就凉快个够吧。我往他身上泼了很多水。赛后，我在隔间里刚换好衣服，杨潇进来了，他自然的解开龙舟配的救生衣，朝我走过来，贴着湿衣服的胸肌就明晃晃的撞进我的眼睛里，我瞳孔放大，耳朵一下就红了。不是，这不明摆着失身诱惑吗？我当初可就是因为他的身材才主动勾搭他的。我喉咙咽了咽，宋宇同学，你把我全身都弄湿了，你说怎么办？他双手撩开衣摆，扇了扇，露出轮块分明的腹肌，一滴水还从他的肌肉线条沟壑里流下去，划过小腹青筋，隐没在劲瘦的裤腰里。宋宇同学，我指给你看。他胸腔微微起伏，贴过来，气音带着某种诱惑般。宝宝，你想摸吗？摸，早就想摸了，连同腹肌也被我摸了个遍。我心情愉悦又激动，嘿嘿，手感真好，好结实。宝宝，别摸了。上头传来杨潇压抑克制的声音，他的呼吸微微凝重。我刚要收回手，看着他这副难耐的样子，唇角一勾，我才不要轻易放过他呢。我不，他嗓子里压出一道不正常的闷哼。哥哥，这样就受不了了吗？我故意扬声问。不是你让我摸的，怎么现在又不行了？不是，他极其压抑地说。愉悦程度升级，我又调戏了几下，他抿紧了嘴巴，隐隐的蹙眉，偶尔从喉咙里发出闷音。他灰色运动裤上的痕迹变得明显了，我下意识立即后退一步。靠，只是这样而已，他怎么反应这么大？我还没上嘴呢。杨潇喉咙剧烈滚动了一下，也有些不好意思，微微侧身，他声音还是很沙哑。宝宝，我也不知道，突然就这样了，你这样对我控制不住。说实话，我也有些期待，他条件太好了，脑子中五颜六色的东西冲击着大脑，我也越来越不自然，耳朵滚烫，一点都不惊动，就先放过你，好吧？下次我忍得久一点。他三两下换好衣服，却去了另一个隔间，关上门，过了好久，他才从隔间出来。后来回了学校，学校器材室里，他经常自己把衣服乖乖拉好，任由我调戏。宝宝，你快给我作出血了！杨潇声音很压抑低哑，整个人都红温了，我才放过他。宝宝，你这样太过分了，我们连嘴都没亲过呢。杨潇优立方瘪了瘪嘴，说的也是啊，嘴都没亲，摸成这样，好像是有点过分。说真的，我也有些想亲。我抬头在他脸上亲了一下，他惊喜的吸气，双手捧住我的脸，脑袋就压了过来。杨潇亲起来没完没了，给我种了一排草莓，断断续续亲了差不多1小时，再一次深吻，缺氧流泪，我双腿发软，有些站不住。他大手捞住我的后腰，让我靠在他怀里，我们微微喘息，心跳加速，两对身体变得炙热。宝宝，我可以亲你腰上的痣吗？他在我耳边低声热热地说，引得我腰也有些痒。亲。杨潇膝盖打开，跪在地上，双手背后，仰头，深暗的眼眸火热地望着我，这姿势看得我很爽。我主动把他头按了过来，腰上被亲肿了。萧哥，找到那个淫贼了，你们。王追风突然过来，我立即推开杨潇，撩下衣服。杨潇有些尴尬地咳了一声。王追风讪讪地说，先出口气，哥，你们是继续呢，还是先教训那个淫贼？王追风脑子中睿智的灵光一闪，哦，继续。萧哥，你和嫂子继续，我让人先绑着他，等你们好了再下来亲自教训，给嫂子也出口气。杨潇表扬地看了他一眼，然后看向我，明显问我意思。被人撞个正着，我也挺尴尬，早就没了那个心思。先出口气，那淫贼偷了不少女生内衣，有女生报案了。杨潇小弟们揍了他一顿，他就跪在地上哭着求饶，说以后不会了，放过他吧。杨潇狠狠踹了他一脚，操，你偷女生衣服还敢嫁祸给我对象，哪那么轻易放过你？杨潇下巴轻抬，朝我示意，我过去也揍了他2下，去自首。对方连连向我道歉说好。杨潇小弟押着他去了警局。暑假，我搬去了杨潇在校外的公寓，亲亲抱抱是日常。杨潇经常带我去吃烤肉，各处玩。一段时间后，不吃了，都胖了。哥哥，我长胖了5斤。我嘟嘟囔囔，他搂住我的腰，声音呢喃黏糊，宝宝，5斤而已，你还是太瘦了。他捏捏我胳膊上的软肉，再多长点肉。他说着把我放倒了，头埋进衣摆里，亲我腰上的痣，又肿了，整个人都被亲软了，双手有些无力地推他。杨潇却扣住我双手，摁在头顶，宝宝，可以吗？他阴哑地问，眼神有几分情动的迷离。我内心也有些激动期待。可以，我回吻他，勾住他的脖子，想起他的条件，又有些害怕。哥哥，你注意点分寸。好，他拿了一盒面霜，放心吧，宝宝，我学习能力很强的。他学习能力确实强，第2天感觉浑身骨头都快散了。杨潇给我洗了澡，叫了外卖，他收拾屋子，我吃外卖，精气神恢复了一些。我说，哥哥，我觉得当零没有当一爽，咱们俩换换吧。杨潇把卫生纸倒进垃圾桶，宝宝，你想都别想。